嘿，大家好，我是 C 神啊，今天呢又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主流玩家，對，又是那個主流玩家打了這一場比賽。但是這個主流玩家，一說到這個主流玩家，其實大家就會預想到這個名列前茅，對，就是一條線來的，對，那個環環相扣，就是的確這局打的那個是一個名列前茅的一個主流玩家的一場比賽，對。那這個打的那個主流玩家，他主要用的什麼英雄？也是跟那個前天吧，應該是前天的一樣，就是什麼洪吉童啊，什麼那些聖獸啊，什麼梅菲斯特那種。那基本上呢，你在這一場看到一些比較前排名的玩家用了什麼角色，那這次啊，他就是用什麼角色。那這次啊，就會來看一場跟這個主流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對啊。那一開始前也是那句，如果喜歡的話，先訂閱一下，謝謝。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說個題外話吧。那其實最近啊，這個印尼服啊，不是就有推出了一個活動嘛？就是一個也是猜，因為上次已經猜完 IP 了，就是猜跟哪一個 IP 合作的那個活動。這次啊，他有舉辦了一個猜那個 Last Origin 跟哪支英雄合作的一個活動。那關於這個活動啊，其實我應該在這個禮拜或者這幾天嘛，就會發一部我對於哪支英雄的一個猜想，因為基本上啊，根據一些線索或者那些提示，我基本上對哪支合作英雄也有一個基本上的知道那個猜的那個角色是哪一支的一個大概啊。那因為這次那個獎品就是猜中的獎品，其實也是挺吸引人，就是整支英雄永久啊。所以的話，基本上這次我猜應該是會蠻多人是挺期待我猜哪一個的，因為上次已經猜了 Last Origin 了嘛，也是中了。這次的話，我希望我也是猜中，然後大家也會拿到這個大獎的機會呀。對，因為這次雖然是送的英雄，但好像只抽5個而已。那他也沒有說什麼先到先得，所以讓我的影片應該會留在後面一點出，那就也沒關係，因為大家就先留一下，先別猜。如果你真的沒想法的話，那先等我一下，那之後我就會發一部影片說我的看法，那還有那個猜那個目標是誰啊 ？OK， 那大致上就這樣。那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這次已經來到這個第2局啊。那打這個主流玩家其實就是洪吉童那些的話，其實就很簡單。但雖然說很簡單，但其實打主流那些玩家就是名列前茅一些，其實就跟他用什麼英雄沒什麼太大的關係。因為像以前所說，打這些主流玩家其實就只有一個重點而已，就是那個事物。哎呦，這邊的 USD 可以，這邊的話既然來得及換英雄那個反應，當時我既然來得及反應換了個正義隊長了，因為那個冠軍王他是可以用一些一半的反裝來反的，所以的話剛才我換了一個正義隊長，其實也是挺不錯的一個選擇。OK， 那剛才說到打這些名列前茅的一些主流玩家，其實只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的失誤不要那麼多，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拿下每一局的那個主流玩家的對戰了。那當然啊，那個失誤多一少，其實就很視乎對面那個玩家的那個實力如何。就是有些玩家是很厲害的，是可以他逼你犯不同的那個失誤跟錯誤，就是他的那些什麼走位啊，什麼那些戰鬥基本功，它是可以逼迫對面犯下不同的一些戰鬥錯誤的。那基本上我遇過的一些比較厲害的一點玩家，也是會做到這一點。OK， 所以的話，這局這個玩家第10名其實也是一個蠻厲害的玩家，他基本上也是做到逼我犯下不同的戰鬥錯誤這一點了。所以的話，我們打這些玩家就會比較小心一點。OK， 這邊的話抓到，那直接把他打死吧。OK， 那這邊再抓到他一次他就死了。那我們小一點 ，OK。那來到第3回合，那第3回合的梅菲斯特
梅菲斯特的話，我們也像以前一樣，就不要讓他空中 air dash 或者空中 DDD 抓到。那基本上這隻英雄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但雖然這樣說，那其實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也是蠻困難，對我來說也是蠻困難的一件事。那因為他的那個要怎麼避開他 air dash 是一件很也算是簡單的事，但如何一邊避開然後一邊抓他的話，其實也是一個蠻困難的事情啊，對我來說。所以的話，他Air Dash 完之後，就是空中DDD完跟那個 Air Dash 完之後，它其實只有下來了一下，大概1秒左右吧，那個硬直時間或者更少。那所以的話，要抓到它，其實也不算是什麼簡單的事，但是我們也是要盡量做到這一點。哎呦，這邊可惜，這邊的話没想到那個兵法竟然失誤了。但其實最主要是他沒有第一時間那個兵法 SD。在那個中心點下兵，所以的話讓他抓到我這個失誤，那就不太的幸運了。這局基本上如果2比0加成讓他抓到，而且那個裝備讓他噴了下來的話，基本上就沒救了。OK， 那應該是沒有懸念，對，這局應該是讓他拿下。哎呦，這個不錯，這個紅系統。OK， 那來到第4回合啊，第4回合又是來繼續梅菲斯特，那我們就嘗試一下，一邊避開他的一些空中 DDD 跟那個 Air Dash， 來一邊抓他掉下來一瞬間0點幾秒或者1秒左右的那個印子啊，那是有點困難，所以的話很多人都會選擇用主流英雄跟他打，就是如果梅菲斯特打不贏的話，就用梅菲斯特跟他打。那就是如果你打不贏他的話，就加入他們嘛。這就是很多拉塞爾玩家選擇那個做法。但是要來，哎呀，又是那中心點又下不到兵，那就老實說不太好運了。OK， 那我们就別怕。那剛才說到就是，如果打不贏他們，就加入他們。那其實這個就也是合理的一個做法了。那因為畢竟啊。這款遊戲的話，其實都沒什麼人啊，就是以前所說，它是一個格鬥遊戲，而且是格鬥遊戲之中的那個小眾遊戲，就是小眾之中的小眾。那在那個2026年呢，其實我猜呀，應該沒什麼人會願意花1000個小時甚至更多時間來練這款遊戲，所以的話，基本上很多都會選擇用一些比較meta 一點角色來減少這個練習時間，其實也是蠻合理的。要我來說的話，但是因為我是玩了很多年這個遊戲嘛，所以的話，基本上我是很少用 meta， 那就是其實就沒有什麼對或錯啊，就是自己的選擇而已，就個人選擇。OK， 所以的話，但是我的打法就是盡量就用一些比較另類的打法來跟 meta 玩家對戰吧。OK， 可以啊，那這邊呢讓他抓到。那因為他有加成，所以他那個頭盔挺快呀。但我們的頭盔也是已經存好了，我們的小心點基本上就，哎呦，可以啊，可以。這邊的話，哎呦，沒想到他，哎，可惜。這邊的話其實就有點高風險了，但基本上如果剛才那一下不嘗試踢他的話，基本上就也是跟死了沒兩樣，因為我的血量也不足以支撐他3個技能那麼多。OK， 來到第5回合啊，那第5回合，哎呦，可惜。那一開始讓他抓到這隻的話，基本上就有點劣勢啊。那但是我們就換反英雄。那反英雄的話，其實我建議，如果可以的話，就加一個術士頭盔。哎呦，那加術士頭盔的話，就是那個精靈頭盔啊，就是跟術士一樣效果的那件。那加了之後的話，你就有機會防禦敵人的攻擊，同時啊，也有這個換跌傷英雄的機會，就是盡量把你的血量優勢就不要那麼輕易的被對面壓下來。對 ，OK， 這邊都抓到。那這邊呢，我就不用那個兵法了，因為上次已經吃了2次虧了，我就留一下 SD 來開這個宙斯 SD 或者超雄 SD 也還比較好一點。OK， 這邊的話小一點啊，哎，可惜被他抓到。那我們就基本上讓他抓到的話，你的空中就會讓他不同 DDD 啊，就是這個英雄的一個優勢點，就是抓到一次。因為他不是一個能量來進行空中 DDD 的英雄，所以的話被他抓到，那他的空中 DDD 就可以打很多 combo， 那個就是這支英雄的一個優勢點，所以的話是有點麻煩，所以的話就盡量不要讓他抓到，就是梅菲斯特。
直接把它射下去。哎 ，OK， 打下去也行。那因为已經來到一個技能階段了，我們就不要那麼高風險了。那打下去 ，OK， 那不錯。那這邊的話，我們嘗試用一下超雄 SD 吧。那因為，這個不錯啊。那他抓到我飛過來一下，哎呦！但是他慢了，不錯不錯，讓我逼到，那衝過去。那基本上剛才應該要用那個王牌密探撞過去，但沒有。但是也讓我避開他那個衣服啊，那不錯。那很明顯他也有一點緊張，因為基本上會用這個衣服的人呢，他那個衣服配這個校際頭盔應該練了很多次，所以的話不會有剛才那個失誤啊，很少看到。那基本上，哎呦，完蛋，那我的血應該來不及支撐了，那應該死了，那就有一些墊一下，謝謝。